欢迎收看关键时刻。就在今天，香港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火警，这个火势是被他们形容有史以来最大的火势。你看到这个火势一路烧了起来，这烧了起来，现在传出至少有4个人死亡，多人受伤。而这一把火不仅仅烧出了人命，烧出了恐慌，它更烧出了中国经济的惨况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中国经济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去靠香港，没想到现在这一把火也烧向了整个中国的经济上面。你看到今天朝鲜日报它特别刊出了这件事情，它的标题直接写上，它是史上首次中日国债利率倒挂，中国的日本化要来了吗？我们都知道日本有失落的30年，结果它的形容是中国的日本化，它里面特别提到了利率倒挂的事情，结果这变成是什么？通缩的代名词。日本释放了流动性，正在摆脱通缩，而曾经的全球增长引擎中国陷入了衰退，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。所以世聪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，我们不是说中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吗？经济非常好吗？结果我们刚刚看到了香港的火烧了起来，你今天要靠香港，就靠它的外资在那边撑，结果你又被朝鲜日报爆了这出来。你现在中国真的日本化了吗？对，没错。我们看到这个大火，这个大火是发生在今天下午的这个香港的大埔呢，出现4栋楼一起烧起来的一个状况。目前为止来说，这个火烧的状况相当的惨烈，几乎所有的香港媒体还有这个中国媒体都在报道这一场大火。它不仅烧一栋，它是接连烧完之后，左边一栋，右边的连环烧的。大家想说怎么会烧成这个样子呢？香港不是也是这种所谓先进的这个地方吗？怎么烧得这么夸张？目前为止来说，已经有4个人死亡，那可能这个死伤人数不排除在往上垫高的一个状况。那我就讲这种烧的方式，很多香港人说，我这辈子我也没看过这个房子能够烧成这个样子。好，那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很多香港人在看的时候，一边在下面哭，但是其实某些程度来说，这也是香港人现在的写照，就是香港的经济正在火烧之中。那为什么香港经济在火烧之中？因为被中国经济拖累，或者是说2个经济一起被拖累。我们知道过去香港叫做说中国经济的火车头，对，香港是吸引外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。现在香港都自身难保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国经济也不好。好，所以我们讲为什么中国经济不好呢？今天呢，朝鲜日报它有出了一个报道，这个是韩国媒体报道了哈，他说什么？史上首次中日的国债殖利率倒挂，那中国日本化要来了吗？我们在前几年就说中国可能会步入这个日本的失落30年，现在不是我们讲啊，这是韩国媒体说的哈。那为什么韩国媒体会这样讲呢？他主要抓住这张图，这张图里面来说有一个红色是中国的长期的这个国债的这个殖利率，那这个灰色是日本的公债殖利率。好，那这到底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我国家跟你借钱。我国家跟你借钱的时候，照理说啦，就是说我借钱的时候利率应该都很高嘛。如果我经济很好的时候，利率很高，但是为什么利率很低？因为呢，我国家也没有钱可以付给你，或者说我要借这个，我要跟人家借钱的时候，没有人要买，所以我就利率就是不断的往下走低的一个状况。这表示说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出了很大的问题。你看，我们给大家看，这是从04、09，然后1014，这个然后15、19。2024还有2025，你看日本在失落30年的时候，你看那个公债殖利率一直在往下掉，对，掉到最后触底之后反弹。你看从这个安倍射3支箭之后开始慢慢的往上反弹嘛，现在日本是不是已经步出了失落30年？可是你看到中国的线就是这样，你看一直在往下掉。有没有？就有点当初日本失落30年在往下掉，现在中国也在往下掉。等一下，它1.83，对，没错，1.84，对，所以也就是说，它现在才出现所谓倒挂。倒挂就是说，日本的殖利率已经比中国更高。他们前2天不是应该说前2周不是天天都在那边吵架吗？是小日本。对，结果你今天越骂，你越输给人家。对，也就是说，你的这个公债殖利率已经出现倒挂现象。倒挂现象就是表示现在可能你面临到的经济问题比日本还要更严重。好，那我们就讲这个要观察这个中国的经济来说，有所谓的4小龙。什么4小龙呢？就是阿里巴巴，然后包括说京东，然后包括说像这个百度，然后包括说像拼多多。就没想你看到这个4家公司来说哈，他们前一阵子刚好公布财报，你看到阿里巴巴上季这个获利衰减72%，然后呢这个京东减了56%。然后包括说像这个百度来说的话，创上史上最差，亏112亿。然后包括说像拼多多过去年增率都相当强，它年增率只有9%，所以股价出现一个大跌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从这些蛛丝马迹，你就知道说，其实从
中国的公债殖利率输给日本，再加上四大天王业绩不好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中国的经济的确有一点像这一场大火一样，已经开始在燃烧的一个状态。时中这一把火真的是烧出了，在坦白讲，不管是香港，不管是中国，他人民就觉得说。这不单单是一把火，对，它连经济也全部都要被它烧毁了。对，没错，我就讲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香港是地小人稠嘛，虽然大楼跟大楼的栋距是比较小的。对，他是说今天傍晚是由第6座的这个红昌阁开始烧，烧的时候就没想蔓延到第1座的红人阁，然后就开始大家因为傍晚的时分，你看烧成这个样，几乎。好几栋楼都同时在燃烧，这很可怕，很像过去什么火烧连环船的感觉。没错，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子烧的？啊、那大家想说，香港不是消防水准应该还蛮不错的吗？所以已知到目前为止来说，已经有4个人葬身火海。那整个火灾的现场，大家看的时候，怎么会烧成这个样子呢？好，那还有现在最新是什么？7栋楼。对，你第1栋、第2栋、第3栋之外，我从来没想到7栋楼。对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你们绑得太紧嘛，你们太靠近的时候出现火灾，所以就有点类似我们刚才讲到香港出事。中国出事的时候，2个会连环出事的这个状况。好，你看当时开始在抢救，有没有？他们现在很多这个，包括说中国的媒体或是香港的媒体在那边报道一个状况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可能不幸往生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所谓消防队员，然后他可能就是你看他全身都已经被熏黑的一个状况，情况非常严重。那你看整个火灾的这个状况烧，那时候是傍晚时分，天色还比较亮的时候一开始烧起来的这个情形。那现在这是傍晚时分，那你看所有民众呢，他们只能够围在这个天桥上面那边看，大家都非常的这个难过。你看很多人在那边对看上面的这个火灾，还有人在那边祈求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大家那边祷告说，不要出事啊，我晚上没有家可以回了。那很多人都是相当无奈的这个状况。我觉得是从这一把火真的是烧出整个香港人民，他非常焦虑。为什么？你看到他说傍晚6点多，有多个居民是被困住，对，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一张的照片。对，消防为什么会搞到自己怎么会死掉？你看到凤凰卫视他特别报道，他说这一名消防员是从高处坠下来受伤，这表示说你已经烧到那个骨架，它的钢筋水泥都已经凹曲了。是你为了要救人，我们刚刚讲6点多还有一大堆人那边受困在里面，对，他去抢救，就没有踩好，他就下来从高处直接跌倒。结果人就走了，而且现在死伤人数，我们刚刚讲7栋烧起来，现在已经死了12个人了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死伤人数可能还会再增加，因为傍晚时分的时候，大部分很多人在家里面要煮菜或者是要准备吃晚餐。那呢，7栋楼一次烧起来，而且烧的速度相当之快嘛，所以我就讲，目前的确是这样。一大堆人都在里。对，那刚才讲到你要怎么跑？对，那刚才赵尔讲到这个，他这个有一个消防队员穿着这个黄金战衣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讲，其实香港的消防水准是相当不错。你看，他们都是黄金战衣，就是我们看全部的这个配备，不只是有黄金战衣，你看连这个氧气罩、安全帽都戴上的这个状况。他们就说，他们所穿的黄金战衣是德国制造。然后2011年用到现在，面对1000度的高温的时候，能够抵御大概8秒的时间。1000度的高温你火灾在烧也不可能烧到这个温度嘛。所以你知道，事实上你看，它的黄金战衣每套价值7000块港币，然后重3.9公斤，然后可以抗这个摄氏1000度的火焰这个8秒钟。那里面当然是有 Gore-Tex 的防止水分呢这个进入的一个状况。然后他们消防队处理山火不设爆炸危险状况的时候，经由主管风险的话，可以脱下内胆，减少热压力。所以他们其实有相当多的一个处理的这个程序。所以呢，显然这一次的火灾，你看连穿上了黄金战衣的消防队员，可能都没办法 handle 的一个状况，你就知道说烧的到底多严重。好，那么讲，当然我们目前为止来说话，希望说这个大火呢不要造成更多的这个伤亡。不过我就讲，香港人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香港人目前为止无助的脸庞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无助的脸庞，很多人担心的脸庞，对，是他们又何尝不是在担心他们自己香港的前途？而且你看到我们这边特别挑了一张照片，这就是现在香港人现在对于这个灾难，对他们的无助，这是我家而且里面或许还有我的家人，比较老的，你这种火烧下去，我怎么跑？对，你看他很多人说什么，好多老人家来不及跑。所以跟大家讲，事实上这个可能伤亡人数来说，又可能会增加的一个状况。好，那这次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？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目前为止来说要进行这个年度的大维修，要花3.3亿，那每一户要摊10几万。对，就没想到，因为到处都是所谓纸箱一大堆的这个状况，就维修工程做得很差，就没想到就发生这样的一个火警的这个状况。所以等于是又是人为的这个灾难，造成这一次整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埔的火灾烧成这样一个状况。
那我刚才就讲嘛，是很多香港人面对这个火灾很无助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到这个火灾燃烧的时候，又何尝不是自己本身目前为止香港的困境？为什么这样讲？你看哦，香港过去一段时间都是什么外资要来这个地方，可是你看哦，这个香港特首说什么？北京实际利用外资超过65%来自香港，也就是说，事实上中国目前为止没有外资，对，香港也没有外资。好，那我跟他讲，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，我们要看香港经济很简单，你只要看它的买地卖的地，因为什么？因为香港本来就是一个房地产撑起来，你看，然后根据官方记录，香港政府去年透过卖地收入大概17.42亿港币，创了这个政府从2011-12年以来的最新纪录，年减87%。所以就是说，香港是房地产最重要的时候，结果造成土地卖不出去。好，不止土地卖不出去，他们重点是什么？空置率。因为我们要看香港很多办公室嘛，好，就它空置率已经来到什么12，这个今年首季是来到12.1，是4年半以来的最高。然后另外一个就私人级别的写字楼来说的话，目前为止的这个空置率已经来到了这个有史以来新高是16.3。过去是12啊、14啊、19，你看节节在往上攀升。对，所以事实上目前为止，香港我们简单讲，香港现在的房地产是土地没人买，然后办公室的空置率一直在增加。好，那不止在增加的时候，我们就讲香港过去有所谓4大天王、4大家族，一个是这个所谓李嘉诚，然后李兆基，然后郭炳湘，对，然后郑裕彤，这个4大家族。如果按照这个香港经济好的时候，4大家族都没有问题。可是你知道，今年5月的时候呢，4大家族的新世界的郑裕彤他们家族出现了财务危机，他居然还要跟这个香港的银行借钱啊！你就知道，4大家族如何的这个富豪都要去借钱了，所以呢相当严重。好，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因为不少金融国企呢，在过去几年撤出香港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过去4年至少有10家金融机构撤离香港。那香港持牌的这个银行数从2019年的164间降到150间，然后多达16则外资的这个所谓律师楼呢进行所谓裁减或是缩减，所以你看很多外资走了嘛，所以撑起香港的房地产还有办公室都没有人了，就没有人。所以也难怪，你看哦这一句话，来我们看到有传媒计算空置的总面积相当于近12栋中环国际金融中心的2期，对，简单来讲。没人了，对，没有人租了，是，那这样不就完了吗？对，今天你香港的经济这么惨，刚刚世荣哥特别提到，北京实际利用外资超过65%来自香港，对，你香港惨，等于你中国一定会更惨，是，你的外资来自于香港，香港没有钱赚，你中国还玩得下去吗？对啊，所以我说过去这个外资怎么进到这个中国去？大部分是到香港去，譬如说我们台湾很多公司也到香港，然后从香港进到这个中国去。但问题是，现在实质的外资真的不进到香港，也不进到中国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显明的例子。另外是什么？这是这个香港的这个文章，他说什么？香港今年的 GDP 是有复苏，但是香港经济有面临到什么？他说假象，对，有复苏，但是假象。对，为什么面临到深层的危机？第一个很简单，他说什么？零售业面临到这个结构性挑战。对，我们都知道一个地方最重要就是民间的这个消费。他说民间的消费是什么呢？民间的消费地域，你看从深圳啊，然后这个深圳啊、香港啊，然后到中山这个所谓重庆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目前为止来说啊，他们都到中国内地去消费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内地来港的消费没办法补足缺口，所以也就是说，香港人现在呢，他不在香港消费，他跑到中国去消费。那中国人可以来弥补你，但是中国的消费都很低。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？他们都所谓的什么这个所谓行军之旅，就不住香港，他们就来香港玩一下就走了，所以根本不会消费。所以等于是香港目前为止的消费很差，再加上我们刚才不是讲消费撑起最高力道叫外资，对，现在外资不去啦。外资过去我们讲香港有多少名牌，多少的这个律师楼，多少的这个所谓外资，大家都走了，对，所以这个消费就撑不起来。然后资本市场的回复有限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香港目前为止来说话，最近股市都在创新高，像台湾前一阵子创28000新高，韩国啦，然后包括说像中国大陆前一阵子也走了这几年的新高，包括说日本都创新高，但是香港目前为止26000。跟历史的高点33000还有一段距离，所以等于是没有办法。所以你香港如果真的只靠中国去消费、去撑、去买、去什么，
完全不会够用，因为对没错你最根本的东西你外资没有，是所以你根本都是一个空的。对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因为他们现在民间消费不足，那你就只有透过香港政府去刺激经济，但是问题是香港政府没有钱，对，那没有钱那怎么办？要加税。所以来说，现在香港呢是走在这个经济的这个钢索上面，几乎是面临到一个前所未见的这个困境的这个局面。所以来跟你讲，今天这场大火，某些程度来说，也可以反映出香港未来的经济的这个状况。恐怕跟中国绑在一起的时候，中国经济火烧的时候，香港其实也难以避免。国正，我们刚刚看到香港这一把火真的是烧出了，不管是香港或中国，这个经济已经出大事了。你看到彭博他也讲了，中国主要的债券殖利率首次低于日本的债券殖利率，大家争相去报道，为什么？他们很难想象，就像我们讲，你中日之战还在那边吵架，还在那边嫌说什么啊，你们国家那么烂，结果你们马上被日本超越了。对，现在反而是中国要陷入失落了30年啊，日本要往往复苏了，要越来越好了。什么叫消失的30年，失落30年？你看这一段，对，2002年到2024年这一段，当然前面还有一段时间了哈，这彭博的资料。日本的利率长期都非常低，对，低到什么地步？低到0，也没有人要借钱投资，所以非常的低迷，然后长期通缩，所以日本都鼓励说，你要不要借钱？所以他们一度是存款没有利息哦，你把钱存在银行是没利息的，所以整段的利率非常的低。没想到现在日本的利率竟然跑上来了，反而有一个国家竟然鼓励大家借钱要消费，竟然没有人要投，所以它的利率中国一路压得日本打。你看，这过去的20年来，中国经济当然很好啊，变成全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结果现在竟然换成中国。没有人要借钱的，即便你给钱给你少侯，你要不要来投资？我不要，没有，所以它利息越来越低。那现在等于全世界竟然还有一个趋势是都在抢日本的国债，代表大家看好了是吧？日本未来的表现会越来越好，所以现在变成是一个词叫什么？中国正在走入通缩，因为利息越来越低，还没有人要借钱，物价越来越低，反而日本走出了通膨。现在日本的通膨已经达到了3%左右啊，国债殖利率越来越高，因为大家都在借钱，还有它的利息现在已经有0.2%，可是已经结束了所谓的零利率的时代。日本开始有人在投资，开始有人终于是有息时代了，不是说0元我干嘛跟你买，我干嘛借你钱啊？所以这可能是一个黄金交叉，日本的太阳要升起了，中国太阳西边要落下了。然后还有一个证据，彭博这次拿出一个更狠的数据，大家中国人，尤其是中国人很喜欢笑美国人债务满手，美国都在借国债，川普国债还不出来，我们不是在讲美债问题嘛？结果他把它统计出来，真正国家债务了哈，2008年以来，中国增加了287%，年平均一年要增加13.6%，然后美国其实一年才增加7.2%。原来中国借钱借的比美国还要多，国家负债，中国其实才是非常严重了。那这个就会发生一个问题，中国为什么要陷入失落30年？他就举出一个，对于中国来讲，如果现在回到1989年，那叫短期危机，因为那时候中国正年轻。可是现在中国到了2025年，中国陷入什么问题？它是人口有问题，经济找不到方向，债务越来越多，债务借的比美国还多，成长还要更多，还有制度出问题，因为大家都怕发财，大家怕不敢拼。现在什么叫人口问题？89年的时候，中国正年轻人，我们把老年人口拿出来看嘛，中国现在是全世界老人最多的国家之一，叫做未富先老。你等于没有年轻的人来撑起这个债务，所以中国的经济非常惨吗？你过去借了这么多的钱，现在这些人都老了，没有办法养他哦，没有办法去生产了，那你钱没办法还出来，不就死定了？所以叫做四重塌陷的结构性危机。那结构性危机就发生什么？出海4小龙全部倒在地上。中国最亮眼的4大公司，现在危机已经往这里在蔓延了。你知道，我们都知道阿里巴巴最近什么阿里千问 AI 很厉害吗？然后还有它线上阿里淘宝在出货嘛，在出到全世界嘛，营业额当然还不错。第3季公布了，今天才公布的联征，4.8%第3季的营收，大家觉得还不错。结果你真的去看它净利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利润竟然少72%，很惊人哦。第3季利润，你阿里千问全世界下载1000万个，所以高盛怎么说？高盛现在害怕的是什么？他现在是开高走低，投资人对他非常担心，新业务增加了忧虑 ，AI 这些其实表现了可能营收。虽然上来了，但是成本增加很多，还有电商这一块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好，所以变成阿里巴巴已经真的从阿里云掉下面来了。
整个净利润减少72%，非常的惊人。再来还有一家更可怕，叫百度，百度你知道吗？百度第3季的营收竟然还减少了7%，变成312人民币。百度的营收已经连6季哦，重点是连6季哦。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 Google 很好嘛，号称中国 Google 的百度现在怎么这么惨？因为 AI 时代它找不到方向，所以连续6季营收往下掉。更可怕的是，它的利润竟然是负了1季亏什么？亏了112元呢！百度这家公司可能快要垮了，或者要出现，它是亏了112亿的人民币一季连6季一季就可以亏这么多，对，所以这他还要玩吗？对，所以AI 时代，人家美国 Google 往上在冲，结果中国的 Google 百度怎么发生了大问题？阿里跟百度都垮了，还不止这2个垮了。我们拼多多很厉害嘛，拼多多号称全世界最会拼业务、最会卷的。中国内卷的代表，当然我们看它要看它的营收了哈，营收第3季只增加9%哦。我们看了第3季哦，你知道去年同期增加多少？44%。所以拼多多不是很会拼吗？全世界最会拼的、最会低价杀货了。现在整个成长力道完全不见了，虽然还没有亏钱，但是投资人是很清楚了。所以它的 ADR 它在美国挂牌，现在整个净值跌了1兆人民币左右哦，也代表什么？大家都不看好中国出海4小龙的拼多多，对，还有在京东也是中国出海的代表之一。我们来看它第3季的营收，它的连获利竟然出现了很大的变化，获利竟然掉了55%，获利再往下掉。如果把会计准则重新改入，获利掉56%，等于减到1半。当然，大家最关心的是，京东整个获利减56%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它最可怕的是新业务，它外卖等新业务，它现在推什么京东外卖啊，还有一些新业务，或者是往海外去靠拓展嘛，结果竟然亏了11亿元。京东是弄点的东西来卖的，竟然还亏了新业务，亏了。可是京东它不是在中国这个地方卷吗？然后杀出去啊，你杀完之后到国外应该是要赚钱的啊。结果你说他现在新业务赔钱再卖啊，所以新业务第3季亏了11亿元，去年同期很厉害哦，赚了120亿。你知道从120亿赚120亿到亏11亿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，让它发生大问题吧，严重往下掉，所以它利润率变成负的，所以出海4小龙又2个垮了。再来抖音更惨，抖音现在在美国完全被人家瞧不起啊。我们知道川普不是说要抖音卖给美国人，没抖音卖给别人，结果报价出来了，报价只有140亿美金。你知道它报价原本大家想象它多少吗？要400亿美金，差很多原本报你400亿美金，然后结果现在它只剩140亿美金，这个价格才几个月对。所以抖音现在是怎么在发抖？它现在还在错说我到底还值多少钱？价格一直在往下掉，因为大家都以为它卖东西利润很好，可是 AI 时代它的营业额还会做好吗？大家都很怀疑。所以现在这个价格是怎么定出来的？是由甲骨文跟银湖资本把它定出来的。所以抖音的人就会觉得字节跳动它的母公司嘛，你是在羞辱我嘛？感觉被侮辱或觉得很好笑。可是美国人是怎么看的？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虽然1年的收入是100亿美金，对，但是我给你的所谓的比率市销率，就是它的能够用多少价格去乘以它，是给它1.4倍而已。你知道跟别人比差很多吗？如果脸书的母公司 Meta， 人家给它10倍，代表说，脸书假设做100亿美金，它可以1000亿的价值。阿发贝 YouTube 的母公司阿发贝是8倍，等于如做100亿可以800亿美金，结果他现在完全被瞧不起，只给你开1.4倍，对，他真的就在羞辱你，就是在你没有价值了，没有价值，因为大家担心中国的电商或网购可能会出问题，我买你的可能技术也不好，市场也不好，所以抖音也在发抖，所以4小龙又掉下来了。但是对台湾来讲，反而有一个危机要来临了，因为中国现在国家都赚不到钱，可能市落30年要来了，所以有一个新闻就爆出来了，瑞幸咖啡可能要开在南京东路，还要杀来台湾了，干掉星巴克的瑞幸咖啡。所以现在就在网络上被贴出来，新闻都出来了，说现在南京东路有星巴克旁边正在装潢，有可能就是瑞幸咖啡。当然经济部会说我们会严审啊，还没有让它过。可是它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？它现在开了3万家。中国开了3万家，现在海外到处开，但营业额是在增加很快，可是营业额是怎么增加了？其实是卷出来的，到处给它1到2折的折扣券。对，所以中国真的是它失落30年，可是大家要小心，一群所谓的内卷到别人都活不了了，已经开始往台湾这边跑过来了。慧珍，我们听到
中国经济、香港经济现在都已经非常惨，经济非常惨的时候，大家一定会有怒。你有怒的时候，你就好好去对待你所有人，让他吃得饱饱，睡得饱饱。结果中国这种不知道是怎样，是太闲吗，还是怎么样？他们竟然搞了一个事情，他说现在只要有人死，我们都要火葬 ，OK 啊，没有问题。他们竟然搞了一个把原本已经死掉都埋好的，我要挖出来，这个让居民没办法去接受，他们直接说你干脆把习近平的祖坟通通挖出来好了。是刨人祖坟，根本是有不共戴天之仇啊！所以现在你看到的这个贵州省的农民全部都站起来了，这个小村庄，但是大家非常团结，因为他们心里想说，如果我今天不站出来的话，哪天你们就来刨我家祖坟啊！是这样子，原本有个新政策，所以以后啊，所有死掉了都必须先进行火化。那很多村民就不爽啊，就想说，哎呀，我们现在我们的老规矩就是要土葬，你给我强制火化是什么意思啊？而且你这样子要规定我要支付火化费，规定我要购买那个骨灰坛，结果到最后你知道吗？你连个灵骨塔都没有，还要我买地埋在地里面，那搞什么鬼啊？骗钱呐！对，你讲对了，就是骗钱，所以他们就很生气。后来在吵来吵去之后，他们就说好，政策改为自愿火化。可是呢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某一户，你家刚好有一户人那个才刚葬不久，那这个就挖出来，然后就是要赶快执行火化。然后那个家属当然葬不久，把他拉出坟墓，这个根本抢尸体，你在搞什么鬼啊？所以他们讲说你不准动，然后家属就不准那边嚎啕大哭，就他就不管，然后就开始在那边，而且他们就说我今天就是要这个尸体，就是要去火化，所以你看全村庄都来了，从白天到晚上，他们甚至有人气愤到什么地步嘛？他说如果共产党要刨人祖坟，那你为什么不刨习主席的祖坟，由他来带队？这一句话并不是我跟惠生乱讲的哦。我们关键时刻特别把它截取出来，他是怎么骂习近平的？我们先来听。我共产党说挖祖坟，那就把习近平的祖坟先挖了再说。你敢去挖习近平的祖坟不嘛？惠生，他真的是骂，直接说什么你敢挖我祖坟，先去挖习近平的，这句话竟然真的流露出来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他们不是说好像是义气战走一下，没有，他们就这样耗着，从白天耗到了深夜，耗到了晚上。对，因为每个人心里想说，迟早如果我们今天不拦下来的话，迟早就是轮到我们遭殃。所以啊，他们现场就大家在那边吵愤怒的村民非常迅速的聚集起来，然后吵到隔一天，甚至连那个副县长，你知道人家副县长甚至还打那个死者的家属，就说我今天就是要把这个尸体给带走，我就是要强力执行我这个政策，我就是要你们配合这个政策，有没有打？你看他打那个死者的家属，太夸张，人家家里人都已经死掉了，对，你要去打人家的妹妹。对，就是把人家那个已经埋好的尸体就把它给挖出来，后来都撑到天亮之后，那一个副县长差点被打，后来他就赶快浪杠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后来他们就非常生气，就心里想说，现在共产党不放过我们活人，没想到连往生者也不放过。你不要小看这个哦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这个农村他们就说共产党起义的第一线，事实上在当年就是由农村开始起义来响应的。你现在开始，光今年他们说农村这个类似的一个冲突事件竟然暴增了70%，来到了600-700件了。他说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你这个对于共产党的反感，竟然连农村这一把火也都烧开来了。那除此之外，刚刚讲的是贵州，像我们再往南看一下，一样11月24号在广西北海市政府，竟然有人开车，你们看到开车冲撞什么？冲撞这个市政府的大门。哇塞！随后警方用武装的巡逻车拦截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搞得现场浓烟漫漫结果有一个就用棍棒之后，把轿车里面的白衣男子从轿车里面给他拖出来，就这个很凶很多人是拿那个棒子棒子敲，你给我出来！对，你知道这个人大胆到敢去撞北海的市政府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一种的。这代表什么意思？他已经不怕死了，官逼民反。对，他把自己的这个生死置于度外，他就是要对市政府这边代表的我非常愤怒，官逼民反，我日子都过不下去了，我还跟你怕什么怕？就跟你拼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一直到隔一天11月25号，没有任何相关的讯息出来，而且就在同一天11月24号，在广西的南宁发生了砍人事件，是由外卖的一个骑手跟商家发生冲突之后，一样被商家持刀给这个砍伤。
所以他们就说，现在中国啊，从南到北啊，充满了暴力之气，从乡村到那个这个比较繁华的城市都一样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着人民的怒火无处可发。而中间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政府还有包括共产党政府他们的执法手段是让人民都活不下去。既然我活不下去，那我就跟你把命拼了。还有包括哪里？像广东省，最近他们大规模取缔什么电动车？哎，他这个取缔很夸张，你看有没有？这个本来就是类似外送员跟他吵架，他说好。我干不了，我不干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骑的车子，他们就说你这个车子不符合相关的标章啊！我跟你讲，现在规定改了，你那个我们要没收你的车子。他就气啊，他就说我不干了，你们一天到晚在赶规矩，我要怎么来？就后来其他人跟着响应，因为他们就说，我跟你讲，他们一天到晚在办，你们一天到晚在改规矩目的为什么？就是要扣我们的车，扣我们车干嘛？我就马上在二手车市场发现你扣我的车根本就是为了转卖，所以你再扒我们一层皮啊！旁边人气到甚至直接砸毁了那个电池的模组，然后警察这个人很生气，直接当众砸嘞。我看他已经歇斯底里，他已经不想，他已经根本就不想活了，他不想干了，因为你反正怎么用，你们都有理由来找我麻烦，所以呢，马上就被那个警察给包围之后，我跟你讲，其他的外送员全部还有这一种直接当众在这个公安前面直接抢车，是你们拿我的车，我谁管你啊？因为他就找一个借口说你不符合新规矩，不符合新标章，你呢这个车子就是要扣押之后他也不等你，他就马上给转卖掉，所以其他的人都感同身受，大家就跳出来说还给他，没有这个车子，你让他们怎么活啊？所以呢，这个其他的外送员也不顾民警的一个劝阻，就赶快把这个车子给牵走，你知道？所以换句话说，他们就讲到一个重点啦，就是你这个政府为了拔皮啊，为拔毛啊，为了要去额外的敛财啊，就是在找这个外送员的麻烦。这一个相关的电动车规章，这个每3天、每5天就改一次，改到他们后来就大家真的没有办法过日子。然后现在外送员不仅这个所谓的生财工具被拿走，现在外送员也太惨了吧，也太卷了吧，卷到连外送员都没办法干了。是他们说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一单多少钱？一单1块，而且还要跑5层楼。江苏2单2.2元，然后广东2单2.6元，2块3块。你看这些人全部都崩了，什么崩了？他说我们要集体罢工啊！他说你这样，你要不要给我们活？我跟你讲，我跑了5小时，我赚了30块，我赚了这30块，我光是抽包烟20块，我喝个水5块，我吃个饭，我还倒贴，我跑什么？然后全部都罢工。但是罢工，没关系啊，你罢多的是要人，所以你知道吗？他们就说我们现在真的日子真的完全过不下去了，太惨了吧！他们还甚至说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想办法要怎么赚钱，你只能怎么样？你现在看这个，他边骑边哭，他嚎啕大哭，因为整个下雪了，冷得要死。然后呢，他还在赶时间，他哭得超级大声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冰天雪地里面，就是你整个冷得要死，然后你还是要送，然后送了赚多少钱？赚2块。这画面太悲情了啦！真的是非常悲情，而且你知道他哭的整个暗夜里面真的都是他的哭声。对。然后你看有没有看到雪花？他就更哭一件事。他的意思说，不是我不奋斗，不是我怕辛苦，是我奋斗，我辛苦，我还是赚不了钱。然后他们就想到说，我根本如果我不违规，如果我不超速，如果我不闯红灯，我跟你讲，我1个月这样认真蹲下来，我只能赚多少钱？1600块，我根本没有办法过日子。所以讲着，他全部都哭，有没有？他就说他说我如果完全按照这种，你看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外送员一跛一跛的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装义肢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外送员这个累到什么一个情况？下雨天一样，然后大家全部都趴在那边，下雨天也是风吹日晒雨淋都是要。然后你看这个风这么大，它一样也是要送。还有渡河也要送，1单3块5块。有没有看到水淹成这样？所以慧珍他们真的也太惨了。所以你看到这个，他说用1个月的时间，在完全不闯红灯、不逆行、不超速，骑一辆符合新国际的电动车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我可以赚到多少钱？结果他说第1周的超时罚款就扣了好几百，结果我能怎么办？我现在怎么办？我现在最后得出结论，我在完全守法条件下送外卖，
根本无法覆盖生活的开支，所以是什么？你逼着我每天都违法。所以你看，你们睡着了，对，送到睡着，你真的看到你会觉得真的非常难过，非常心酸哦。然后有的甚至他也不回家，他就每天都带着小孩子一起跑单。你看睡在这样子，这个多么危险！他睡在车上，所以他们就讲到说，我现在想从外卖这边赚到钱，我就你看白天5、6点不回家，还睡在路边等单，一整条都是这样的人，因为反正他也没地方去，他还不如睡在这边，然后来等单。所以他们就讲啊，现在啊你在送外送啊，就算你闯红灯，就算你超速，就算你所有的绕小道什么的逆向什么的，其实你也勉强糊口而已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